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左冠廷，五哥好，大家好；政学教授范平老师，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常有之，大家好。好，那你会关心台币汇率的一些的问题吗？好，今天新台币又大幅的升值，那央行在下午的时候开了一个紧急的记者会，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对整个台湾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影响。好，那这样的话，接下来汇率会稳定吗？甚或对于国内整个不管是在经济上，甚或在政治的氛围上会有什么一些影响呢？好，讲到政治的氛围，你一定要讲现在如火如荼的叫大罢免，因为包括罢蓝委员的已经陆续的先排，然后包括收件大概都超过130%、140%，甚或有人说会不会破所谓的当初韩国瑜防线，大概170%几吧？那会一路这样吗？而总数字看起来的话，要罢蓝委的数字真的会从20到25，甚或有人要喊到30，会这个样吗？可是对于相对来讲，那蓝要罢绿委的这一部分，因为你看到在地动山要罢吴思瑶的这一部分，因为李先已经告诉你抓不完了 ，OK？ 那现在蓝营想破头要想几个方式，因为本来对蓝营来讲最重要的4席吧，台北占2席嘛。那另外就是原住民文的2席，如果再讲到原住民文的2席，那恐怕问题还会往下烧，是不是？因为到底是谁在联署的？因为中间也出现蛮多的死亡联署的事情，那会烧到党中央吗？那对于赵少康来讲，直接讲说下一个约谈的是不是就是朱一仁？好，是就算是吧。那约谈重点是在约谈完以后，会有任何长期的处分吗？国内的在野党的党主席会面临到这样一些状况吗？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所有蓝委来讲的话，大家讲仇恨值各方面来看，当然花莲的国民党总召、傅昆萁副总召总是会被排在前面的各方面。好，那接下来呢？这2天还有其他一些讯息，就是那个种花种草的那个园丁，那明明回去了，当时战天下的案子整个收带回去，然后回去了以后，为什么失踪了、跑掉了、被通缉？到底是发生什么样一些事？那再加上所谓的福安矿业那2亿，虽然退了，大家还是在讨论。可是对于花莲王傅昆萁来讲，他在一场这几天的一个活动里面，他就直接问了所有的民众：我到底哪里做错？让你先看一下，来。我们天天为国为民，从明年开始，每一年多161亿给花莲乡亲，我这样做错了吗？我做错了吗？让我们孩子拼命在洗脑，我们好像变成孩子的公敌了。我们在照顾他们，希望他们好好在这里，就被骂成这个样子。今年现在，我不晓得是不是就被他们消灭了。明年我要推的是环岛高铁，后年推的是国道6号。我这样做错了吗？我做错了吗？来现场的蓝绿两大阵营，冠廷、小平两人在，是傅昆萁一再问的，2位可以给答案吗？来，冠廷，是傅昆萁说：“我到底哪里做错了？为国为民这个样。”这1年多当立委，应该说他做哪一件事情对？他做哪一件事情对？不知道整个在立法院，大家就讲就是万恶的冤首就是他嘛。可国民党有多少人不想投那个3的法案，不想过的法案，然后不想3的预算，是因为傅昆萁总召党鞭一声令下，就往那边走。不是本来这个全台大罢免搞到公民团体遍地烽火，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傅昆萁啊。那个，而且一切的根源在于傅昆萁他到了那个中国去，回来之后感觉完全像变了一个人。所以我跟你讲，一切的根源啊，如果说今天这一些公民团体发动的大罢免走到现在，2件事，第一个是乱过法案、乱砍预算，跟另外一个就是认为国民党过度请中，这2件事情都跟傅昆萁有关啊。所以傅昆萁今天我特别讲一下刚刚那场活动就更证明他是一个该被罢免的立委。为什么？刚那场活动是什么？傅昆萁过去当县长的强项嘛，卖西瓜嘛，傅昆萁很喜欢推销嘛。那你推销西瓜用的是什么资源？那是花莲县寿丰乡举办的西瓜促销活动，农会也在里面。无论是农会啦，还是那个县府有出钱，还是镇公所有出钱，无论是哪一个，一定是3个其中一个单位嘛。这整场活动，你有认真在推销你们的西瓜吗？你当一个立委，你被邀请去，你就是应该好好的推销西瓜嘛。对啊，你在干嘛？你花了大部分时间在跟大家讲，我错了吗？那个我做那么多都是为了孩子，我变成公敌，这是不是又是一次滥用资源？就是花莲已经他习惯这样子了，所以回来讲，傅昆萁这一次无论最后有没有过，这是最后人民的决定。可是到现在为止，
超过32000份的2阶联署书，这个数是什么意思？6个公民就1个出来联署。我说真的，大家可以各自支持。我相信傅昆萁支持还是觉得他很赞。那国民党有一些人像张俊出身的，觉得说他很烂有一些可能认为他本来就认为他很烂的，这个两边都可以各自有解读。可是这样子的份数是从以前到现在始料未及的。那现在整个全台大罢免，我觉得到一个状况就是有一点这些公民团体每天在竞争，就是说谁是达成率最高的。比方说像今天最新的更新。就是那个敲锣行动，罗廷伟已经到169.3%，然后46276人，46276人，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我们本来以为那个王宏威啊、徐巧芯仇恨值很高，可能会第一名，没有，目前是那个罗廷伟。然后现在外传啊，就有人在讲说，听说某一区有可能会过200哦。我在讲，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一区，我们就等他们公布了但现在就是这种排名就在网络上出现了嘛。哎呀，罗廷伟第一，赢了傅昆萁0.3个百分点，然后郑正前就在很前面，黄建豪一路这样子排下来，所以最后到底会过多少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事情是，这些公民团体其实没有放弃任何一区。我举昨天我到彰化去谢依凤那一区，那谢依凤老实讲算是比较危险的，可是因为他们整个送连锁时间。有先有后，比方说像谢依凤的跟很多其他区的，他们还有10天时间，那可能最后就会再冲。那前面的你说冲很高，会不会带动后面的？一定也会，因为有时候输狼不输丁嘛。大概现在氛围就这样。OK， 不过小平是来傅昆萁副总召说，我们到底哪里做错？对国民党的角度来看，我相信有很多国民党像。王宏威不是在有一场活动里面，他也直接讲说，我们35席都这么烂吗？有必要会搞成是这个样吗？傅昆萁就直接是个代表，就告诉你我哪里做错了。有一句话叫树大便是美，真的35席每个都很烂吗？每个都该达标，不可能吧？答案显然是否认的。可结论就是会不会送30席以上也连成功嘛？很简单嘛，几个原因。第一，我再回到傅昆萁，为什么这样嘛？情况变成这样。党边的仇恨值真的高嘛？大概他还赢过一个人，那叫做柯总召，民调对不对？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叫做傅昆萁、徐榛蔚在没有大罢免以前，哪一年不是5星级的县长？是吧？这个不可以否认嘛。这是天下远见做的杂志。第二点，可是回到政治，那又跟建设又不太一样。那第三呢？他这次不管，我认为是多了一点，把中央拿了这个将4、5千亿给补助地方，有没有？等等哈。然后他是不是不管怎么样？今天什么叫属地主义？什么叫区域立委？就每个区都有它的特性，包含陈玉珍的金门，包含花莲的傅昆萁，他是不是拿回来161亿？这是事实吧？这是不是建设的钱？这是100年没有出现过的。我先不谈中央那个拿3000亿、4000亿、5000亿，哪一个恰当？就这个钱拨到中央啊，等等。那好，再来。等一下，冠廷刚才直接讲说，包括他去中国。去中国大陆回来以后，一些法案或者什么的，那这是民党一直主攻一块，就怎么去了以后回来就怪怪的，包括总预算。再多国民党的委员现在虽然出来喊说我们35席都这么烂吗？可是如果在冠廷眼中，就你们都跟着他举牌，当副总召党鞭一下，大家要跟着走，所以他觉得对傅昆萁来讲的话，包括法案的总召带着国民党甚或连到中国大陆去回来以后那些法案，他觉得是最有冤手的原因。不跟着走啊！我想说，就算他手模好不好？就算不管抹红或亲中叫手模可以吧？那个副总召，然后你以前讲过他吗？大罢免才开始讲他吧，以前没有吧？反正这个是要睡醒这个目的，我要干掉你，我当然无穷无尽的抹黑嘛。那小平，我们这样讲，如果以花莲这个来看的话，冠廷，因为花莲最近，我相信傅昆萁副总召也知道，在2阶联署降低仇恨值嘛，大家都知道，所以那很多人大家都比较低调一些。对，但是花莲的事情最近这一系列下来，你说从矿税的事情，然后虽然2亿多还了，那这个等一下也会再聊到矿税这个，但是他的管家就管家这件事，我想副总召想你们不要再给我惹乱子，结果后来管家也不见了。对，这是一个很严重了。我赞成小平哥刚才讲的，就是说傅昆萁其实我们主张他问题很多，可这一次一定被聚焦嘛。每个人遇到就是这样，因为以前22县市在选，花莲是22县市之一，我们焦点会在台北、台中、新北，会在大都市。花莲以前这些事情不会被放大。第二个，其实傅昆萁以前，老实讲，他控制很多媒体的关系控制得很好，甚至之前也出过一个事情嘛，被杂志踢爆，他甚至用政府的标案，然后去直接给了记者，后来出大包，各个媒体全部 fire 掉几10个记者，那出了重大的丑闻。所以那为什么以前又走得通的，现在走不通？因为这一次的罢免，然后重新检视一个政治人物是不是任嘛？回来这个案子，李庆龙这个如果是案子发生在一般地方选举的时候，会是小事。可是今天为什么大家会聚焦？
也是因为大罢免嘛。好，他出什么事？李庆龙就是之前因为竞选小物的案子嘛，很多国民党的立委，然后跟傅昆萁之间，无论是有赞助没赞助，这都好。但总之现在就被傅昆萁称为是他家园丁的这个人，看起来跟这一个募款小物，跟这个竞选小物有一点关系。那后来他被搜索之后，没想到他在最后一次掌握他行程，就是进到了一个律师的事务所，前后2台车子进去之后，他就消失了。没想到他在最后一次掌握他行程，就是进到了一个律师的事务所，前后2台车子进去之后，他就消失了。然后结果现在搞到那个律师也被调查，律师也被起底。现在发现那个律师跟傅昆萁关系很近，以前跟傅昆萁有关的什么理想大地案子啊，对方找的律师啊，跟这个也有关。所以整个串起来就是，会不会是这个律师跟傅昆萁关系很近的律师在帮忙李庆龙逃亡？但重点就是李庆龙为什么要逃亡？对，因为平常讲战天价这件事情，或是大家讲说，因为傅昆萁那时候李庆龙那他们被搜的时候，他被带去调查的时候，傅昆萁有讲说，人家就是种花种草的园丁嘛。对，就一个园丁为什么要来？我第一个要先确定他跟傅昆萁关系。OK， 我们知道他是他园丁，地方有人讲说他跟他关系匪浅，这都没有现在真正的证据来的真实。我用什么证据？傅昆萁办公室这2天发了一个新闻稿，他说李庆龙在休假时候回台中家里，被北检以相当粗暴的方式，以莫须有的事由拘提北检讯问2次，疲劳讯问时间很漫长。这里是重点哦。傅昆萁办公室发了声明，写说检察官问李庆龙说年事已高，为什么还不离职？经过这个讯问之后，李庆龙恐惧不已，身心俱疲，而后李庆龙就失踪。以上为什么我要完整讲这一段？因为我不要污蔑他。这一段证实一件事情。李庆龙被调查完之后，还有跟傅昆萁联络。一个被调查的人出来之后，跟傅昆萁有联络，那证明一件事嘛？傅昆萁有李庆龙的联络方式啊。我只要呼吁一件事，我拜托傅昆萁呼吁一件事，傅昆萁应该呼吁李庆龙现身啊，不然我们就怀疑你是不是包庇嘛，不然就怀疑这个案子跟你是不是有关嘛？你可以讲嘛，我跟这件事他逃亡无关，可是他被通缉跟我无关，可是呼吁他出来，可是没有哦。傅昆萁到现在为止态度是，哇，检察官问他问题问很怪哦，所以他突然失踪，英俊全无。第二个，如果是律师讲的，就这个事情也有可能不是李庆龙直接跟傅昆萁联络嘛，只有第二种可能，只有第二种可能，律师跟傅昆萁讲，哇，那就更有趣了。5个是大律师，我们在座跟很多律师都接触过，李庆龙请的律师为什么会提供检察官跟他讲什么的资讯给傅昆萁？这在我看，如果他跟傅昆萁没关系，那这个律师缺德。可是如果他跟傅昆萁有关系，就代表这位张律师是傅昆萁的人嘛。这一些都不是我的怀疑而已，是整个他的新闻稿讲很明确，傅昆萁跟这一个人的关系。所以我觉得5个，我觉得这要等傅昆萁自己跟大家说。就李庆龙跟你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你对于他现在看起来像逃亡的态度是什么？他该不该出来把这个案子说的水落石出？我觉得傅昆萁总召有义务。来，小平。这李庆龙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搞不清楚了。局外人，那就看检方怎么查嘛。我相信光跑就很伤吧？对，跑当然就是受伤嘛。那可是这个大家这一干人也要小心哦，因为所有的这个检调一定用最严的、最东厂的方式查你，所以也是要万事小心。蓝营人有很多心理压力嘛，很大。从这一系列包括不管讲花莲啦，有讲罢免这些，我看蓝营有很多人都在讲说什么心理压力很大，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张克进是不是因为这个样子，然后说不玩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可是蓝营确实是这样吗？你们的心态？像这2天我就睡觉会突然惊醒，我觉得蒋介石你是因为年纪跟身体的关系，蒋介石可是我没有盗汗，好不好？OK， 也没有频尿，过头了嘛。你去想想，蔡英文是几趴当选的总统？蔡英文是赢了265万票的总统。然后呢，这2000年的时候，那都过了4年，你是少数。2020了，2020到2024，还2024。然后一个是得了多少？得了57%吧，我印象好。那一个是得了40%。那40%的可以这样子搞。就简单讲，从意识形态，这个蔡英文不管怎么样，他嘴巴讲的是中华民国在台湾。那你就叫你的内政部长几乎等于宣布法理台独，那叫做台湾中国一边一国。OK， 内政部长讲出来的话，就那你的手段
不太凶残，我觉得过头了。你在字里行间是觉得检调视为赖清德所用，是这个意思？当然是，是不是这样？对不对？连法院也是，包含羁押了，不是法官都变得更可怕，好不好？来，没有啦，法官都变，法官都变，小平哥是讲哪一块？就是讲说一开始黄旅押，后来变不押嘛。罄竹难书，太多了，没有，那是因为证据啦。我要替还是要被北检后来有给新的证据嘛。我要回来讲，就是说不要什么都用凶残这种字眼。法律对台湾人来讲，多数就是这样。如果你有犯罪，无论你是谁，你就是应该被办。政治清明，然后对于贪官污吏都应该抓起来。我觉得是大家对这个司法的一个标准。那我觉得我赞成国民党现在的态度，就是说你们不要双标。我觉得如果你有看到任何政党的有犯罪的，那就也提押。OK，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才会检视的标准啊。那目前为止，至少我们看到现在为止，这一堆人，你说像刚刚讲什么李庆龙这种，李庆龙退一万步讲啦，你是绕跑就是说你不要跟我讨论什么司法公不公平问题，是你直接检察官问你2句，你就跑掉消失了，人间蒸发了。那现在大家谁还会相信你们讲的话？我觉得这是关键。范老师，直接问一下，如果你在现场，傅昆萁刚刚那段话，我到底哪里做错了？你们大家要这样搞成这样？那对于李庆，因为大家以前根本不知道李庆龙是谁。对啊，就是那个管家那个园丁，不管你要叫他什么那些词。这件事情跟刚刚讲矿税，所有这一系列下来，傅昆萁一定心里在想，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爆出这么多这样一件事？因为2阶联署，大家都不希望有事儿啊，大家就是爆了这么多事儿出来啊。小平今天忽然肯定的蔡英文啊，让我非常的跟赖比起来啊，对，意识形态，觉得过去还是好的啦。可是过去8年还是比较好啦。过去8年没有看他肯定过蔡英文，然后现在又有比较值嘛，哈。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傅昆萁会紧张？因为第一个，现在所有国民党35个这个被罢免的立委，大概都是比较偏政治性的，他是唯一一个就是跟司法案件是相辅相成的，而且这2个会有产生联动的动作。那刚刚讲到就是说，其实李庆龙当然主要就是那个所谓的竞选小物，对，占天下嘛，哈。那这个事情我必须要讲，其实也吵了很久，好，但是之前我们知道，包含像小平有去买嘛，什么吕玉玲啊，什么曲小新啊，包含像去年是在选这个所谓的国民党的这个。他要想选当院长嘛，所以他在这个选前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可能是送给了国民党的一些立委候选人，然后拿来作为他们的竞选小物啊，或者有的是买的啊，像小平说他是买的，有的是送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在去年就已经在被传出来了。那我只是觉得说，今天因为有人去告，因为去有这个我们那个名嘴直接去告嘛，告发，对，就有告，那你检调不能没有动作嘛。是。那再来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最新的一个新闻，就是说，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去年5月，傅昆萁去台大医院看幸福水泥的创办人陈两传，有一个调查局的高层陪他，这是今天的新闻，最新新闻。那表示怎么样？傅昆萁从过去以来，他的确是跟检调的关系非常好，所以才会传说。他当时很多人跑去花莲调查站去告发他，结果案子都被所以说无疾而终，要不然就是被牵结。那据了解，因为今年3月10号，调查局花莲调查站站主任换的这个娄仁健，他是这个台北市调查处的这个中正站的站主任。那他之前的主任叫李德才，据说啦我媒体报道说他是跟傅昆萁是花莲高中的同学。那再来，后来他从这个主任调到什么台东调查站去当这个去当督察。那在调查局来讲，通常是这样，他们因为调查站的人大部分都不是花莲人，他们是住台北，他是住新店，他可能调去工作3年不错，就会调回台北，或往北调，往宜兰调，不会往南调了。往南调表示什么？他在花莲调查站的主任任内可能不被这个局长认同。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过去的很多案子没办。而现在这个战天下的这个事情又开始沸沸扬扬的时候，那我觉得的确对于李庆龙来讲压力非常大，所以他跑掉了嘛。那跑掉之后，我觉得更会让检调觉得说，有问题。然后过去他的很多案子，包含我们看到理想大地的案子，会不会一个一个被拿出来检视？那李庆龙事实上跟傅昆萁是什么？是情同兄弟那不是父子了，那兄弟。华龙炒股案是1997年。那个时候，李庆龙就参与在里面了。那个时候距离现在已经28年了。后来我们看到2006年的这个合基炒股案，他也在里面，所以他的确跟傅昆萁的关系是现在有将近30年的深厚交情。
后来我们看到2006年的这个合基炒股案，他也在里面，所以他的确跟傅昆萁的关系是现在有将近30年的深厚交情。那加上他又是这个我们看到荣亮公司他是董事，荣亮公司的老板是谁？就是傅昆萁的姐姐傅淑文嘛。所以这是第一层关系。第二个他是园丁嘛，但是我们知道园丁是假的啦。那这个荣亮公司是真的。然就再就是战天下整合行销的负责人。第三个，第四个他还是关圣恩公慈善基金会的副董事长。关圣恩公这个是个佛教团，这个宗教团体，那跟傅昆萁关系很熟。所以我觉得李信龙的确是傅昆萁的左膀右臂。那另外还有一个人就是苏奕顺嘛。所以他这2天他当过这个花莲县的观光局局长。那再来就是明良珍，就是他的民政处已经受压，已经被受压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对傅昆萁来讲，他的3个支柱已经2个都不摇摇欲坠了。那剩下一个苏奕顺，那苏奕顺也有被约谈嘛。所以他这个他也是这个战天下的负责人。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傅昆萁担心的是说，在现在这个罢免浪潮啊，我们过去认为花莲不可能被，我从来没想过傅昆萁会被罢掉。我觉得连过第1阶段都很困难了，想不到过了第2阶段，而且现在。超出这么多，169，我觉得傅昆萁真的做梦都没想到，大水冲垮了龙王庙。这个龙王庙真的整个的可以说是本来傅家王朝从此可能就因为这次罢免会让他被罢掉，而且司法的案件再进来的话，他真的是腹背受敌，他真的是一个蜡烛2头烧。任俊刚刚讲到，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花莲这一仗会打成这个样子，是包括傅昆萁自己，你看到在里面他也讲说这一仗。这次弄完以后，他会不会就被消灭了？他到底所以才会说他到底做错了什么，类似这些。可是从大概上月开始，你说不管是福安矿业的事情，然后虽然那县府后来有发说，那我就已经还啦，而且4月24号就开始做一样，就很多这些。但是这个事情只要出来，包括刚刚范老师讲的，还有一些司法案件的一些连结。而花莲这一起不单是花莲，本来大家觉得很难罢掉，一个是因为比较深蓝。第二个是因为他是副总召，对，蓝绿一定都觉得绿就是想要把这一席给弄掉，蓝一定就是觉得这一席打死不能让你弄掉，结果没想到现在傅昆萁这一席会选成这个样。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这个大罢免潮下来哦，因为每一个立委有各自不同的状态啊，有一些立委觉得自己是衰嘛，就是说啊我就是配合党团啊，怎么弄到我？因为网络上很多人就是谁叫你们要一起投票这个当然有哦。但有些状况会比较复杂一点，例如像傅昆萁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刚刚提到李庆龙啊，请问在台面上面，现在在媒体所报道这些，李庆龙是因为什么案子被检调约谈？多数人认为就是跟战天下公司有关系。那战天下公司到底犯了什么事情呢？大家就觉得啊，不过就是那个李龙祖嘛，是啊，就那个东西嘛，竞选小物嘛，就竞选小物嘛。请问竞选小物违反什么法？就选办法嘛，你就政治现金嘛。对啊，就政治现金有这么严重吗？那请问政治现金会处以什么处分？在这边大家选举过了一堆嘛，政治现金罚钱啊。然后有需要搞到落跑。对嘛，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案子说实话，就算他今天好吧，好，我现在讲退1万步好了啦就如果他今天是合法购买我就是捐我就是只是就我就愿意给你就是政治现金申报不实嘛那你今天到底有没有其他人？那个另外再算。可是现在看起来，包含到当时李庆龙被约谈的时候，傅昆萁在第一时间的那个回应，直接上纲拉到自己说，觉得好像接下来很多东西就是要针对他或是什么的时候，其实你大概可以理解，或许检调在侦办的过程当中，难道是只有竞选小物这件事情吗？还是有其他的案子存在。当然到现在大家质疑说，整个案发之后这个战天下的这个公司登记的这个登记地址也把它给换掉了那甚至连这个地方也变成叫做什么艾米兔一的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招牌，但前面还有一辆这个货车，上面还是标着战天下就是还是一样就你又换了这个，然后又换负责人，那这些东西会让大家会觉得，为什么在这个阶段里面这么密集的做这件事情？所以李庆龙的角色我不去揣测啦，说他到底是不是谁怎么样啦因为那个其实老实讲，那个揣测都是合理的也就是为什么傅昆萁会觉得他身心俱疲，或是受到内心极大的压力，或是什么的。那也说实话，当时竞选小物的时候，傅昆萁也是撇得很清楚他也不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会上纲到他。所以我觉得这个外界今天去拿这个所谓的李庆龙的角色跟橘子来作为一个比较，就你为什么突然要失踪？我一样用同样的逻辑
橘子在外界或者在民众党的解读里面，他是什么身份？他就是个员工，他就是一个行程秘书。那即使今天有任何这个政见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真正对口的也是柯文哲跟其他的那一些有给的人。橘子不过就是一个中间的角色，他就是个员工啊。老板叫我去，我能不去吗？我为了我的工作或者怎么样，他以后在法庭辩护上面，他有很多东西可以对他自己有利。但他选择不见了，所以选择不见了，就是说不要再跟我说他有回来看牙齿，也不要再跟我说他有回来跟卓冠廷一起开庭啊，就他最后的现在的人就是不知道在哪里，然后也不出现。OK， 那同样的是，如果按照他原始的身份上面来讲，他不需要做这么大的一个冒险的举动，李庆龙不也是一样的状态吗？所以刚刚傅昆萁的那个画面里面他一直在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甚至他提及说从明年开始花莲每年可以增加多少亿其实我都讲，就是说在这一次的这个大罢免这个阶段里面，我比较建议啦傅昆萁可能不要活在自己的同温层世界里面。也就是说，你替花莲争取福利的这件事情，从你当立委、当县长，没有人会怀疑你没有争啦你什么东西都是要替花莲争这个花莲那个。可是，在这一次里面，花莲所出现的那一个罢免的那个热潮，难道是因为认为你不认同花莲，或者是你不帮花莲谋福利吗？我刚刚讲为什么你要走出那一块你长期习惯的同温层，就像他刚刚还在讲说，好像突然他变成孩子的公敌。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不会严重到人家出来罢免你啦，不会去跟你连那个。而这长期以来，其实像我自己跟花莲的朋友在接触。他们其实很大的一块是认为整个花莲的政治的整体上面被紧密包围的那个现象应该要有所改变。这里面还有一个时间点也包含到，就是说花莲县府到现在，像徐榛蔚是做花莲县长嘛，那接下来谁会去接这个位置？就花莲它有一大块的那一部分，它是不希望就是从此还是从政治世袭。变成政治清点，因为清点到最后，我可能过了这个过渡期，大家又重新再回来，那个其实对于这一次里面不是那么单纯说我今天的怎么不去帮花莲争取或者什么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傅昆萁在这一段时间，事实上他低调很多了，他一直回到地方上面去回访。刚刚看到的那个说明会，只是那么多场中的一小场那我听说其实他现在也没有特别一定要大场，现在国民党立委很多人很小的场子他都愿意去，只要有人愿意听。他就愿意去讲，连傅昆萁都做成这样，但是这样的一个份数出来，对他确实产生很大的压力。可是整个来看的话，将军刚才小平一开始就有讲，从傅昆萁你会注意到，傅昆萁每一个出来，他都说司法迫害，然后很多案子出来是这个样，然后包括蓝营像游淑慧议员是讲说，蓝营有很多的党工都有点濒临到所谓的心理崩溃的这样一些状况，所以他们一直讲说，讲到赖清德就讲到检调，都讲到为所用，类似像这些，所以这整个一路下来。傅昆萁讲，因为他自己确实有一些司法的一些案子或什么这些，可是其他人呢？其他在大罢免被办的那个过程当中，当他们把所有的逻辑全部都用这个样子的时候，民众会买单吗？大家可以看我以傅昆萁来讲，4月26前后他的心境转变4月26号在凯道上，他讲什么？赖清德最想消灭的是谁？傅昆萁。那代表是自信跟霸气，就是你搞不了我的啦。他讲什么？赖清德最想消灭的是谁？傅昆萁。那代表是自信跟霸气，就是你搞不了我的啦，你搞不定我的啦，我有多强你知道？所以4月26号那天的傅昆萁展现的是王者的霸气。可是现在呢，回到花莲，我有这么讨厌吗？我做了这么多事，我做错了吗？改变了，变成弱者，王者的是自信心，弱者需要的是同情心。他现在从那个高度的自信心变成希望花莲乡亲给他同情心。各位，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一个是我是强的，你来弄我看看，你动不了我，我要让你粉身碎骨。另外一个是，我好可怜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为什么大家这么讨厌我呢？小孩看到我都骂我，我好可怜从自信心变成需要同情心，你知道他的转折有多大？为什么转折会这么大？因为关键人物为什么要消失？你说李庆龙园丁嘛，
园丁为什么要躲起来？被通缉哎，大家说他没有躲，没有躲，被通缉。葵花宝典。对，所以园丁要躲起来。他一定有发现了会招来很大危害的一件事，他知道，或是他是这件事的 key man， 如果没有他查不下去，他在都会查出来，他就是个关键人物，就跟橘子一样，橘子如果没事为什么消失？从没事到被通缉，到现在护照都被撤掉了，他就是不回来，他就是那个关键人物。那么李庆龙是不是个关键人物？我认为是，因为什么？他只不过是违反选罢法嘛，而且又不是他，他只是中间的那个做事的人而已嘛。可能他是一个老板，加上他去传话给所有要选举的人，他就是这个人而已。这个人有多了不起？他会被判多严重的刑？60几岁的他为什么后半辈子不好好过，要过着被通缉的这样的生活？因为他出现。如果他没有躲起来，他没有被通缉，这个案子一查下去不得了，严重的影响到说不定不是傅昆萁一个人的事，是所有在2024年蓝营参选人可能都有事，轻者像小平哥一样，他说我不知道，OK，别人帮我付的钱啊，重者是报2次税，再严重的这个钱哪里来？如果这个钱不是来自于傅昆萁，而是来自跟傅昆萁不同国家的对岸，这个不是选罢法，这是反渗透法，甚至国安法的问题。从竞选小物到矿业税的问题，这2件事情不得不让傅昆萁从一个极具自信心的花莲王，变成一个需要同情心的傅昆萁。这2者的落差，难怪会让傅昆萁的联署2阶段冲这么高。后续，如果我们真的讲的话，从傅昆萁口中讲的所谓的司法破坏，类似这个词。游淑慧议员讲说，蓝营的党工有很多心理崩溃这些。如果我们放到最近，张克进就地动山摇罢摇那个领衔人，然后突然之间就失联，然后就发了一个声明，就告诉你他不玩了。蓝营现在就一个头3个大，现在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那这所有的一切，在小朋友口中，你刚刚有听到，这就是所谓的就减掉。如果用最重手下去，会造成寒蝉效应。一路上是这个样吗？我先讲傅昆萁了。小傅的状况，虽然今天看起来联署很好，不表示说他3阶罢免的投票会状况会过，因为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小傅民党要的是外溢效应，好，就是说你看罢免某某某就罢免傅昆萁，所以小傅这个一定要过。是，那小傅可以这么好，其实是拜这次民党的联署的方式，方式的提升所致。就我在讲，民党这次用不在籍联署，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联，都可以。那不住在花莲的人，对于花莲所谓的傅家王朝的不满意度，是会远高于在当地的。对，会远高于在当地的，所以他这次的联署会变得非常非常成功。可是到投票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么多人愿意花这么高的成本回去投票？这个要打折扣。那小傅现在担心的显然也不是罢免，他现在担心的是司法。他现在，所以他为什么立法院他要延会到7月31？这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以前立法院延会大概都在1个月之内。这次一延要从5月底延到7月，延2个月，这是前所未见的。那国民党你到现在没跟我讲说，你这延2个月到底要干嘛？你有多少案子可以审？完全都没有。那别的立委也其实也有抱怨，你今天叫我们大家回来开会啊，我原来可以去跑选区的，去面对大罢免的，你现在傅昆萁都叫我们回来接下来要做什么？所以内部也有压力。可是你看到小傅的状况是说，他现在对于司法的恐惧显然是远大于罢免的。所以你为什么看到这个花将必须要逃跑？园丁，就是说他为什么必须要逃跑？就是说变成说，因为那个他在真正面对的跟罢免无关，他面对的是司法。小傅相信民进党要把他扣进去，所以他必须要把保护伞延成这个样子。他对于罢免倒没有那么恐惧，但是国民党其他的立委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是私底下是颇有维持的。我本来可以跑选举啊，你现在把我们都叫来开会，开成这样，要开什么？好，那至于说像张克进的状况的话，我就又是另外一个状况，因为国民党在检调在收国民党的党部是一个无差别的收法，张克进显然是吓到嘛，很显然是吓到嘛。那事实上来讲的话，就是张克进那个
地动山摇这件事情已经是无以为继了。你觉得没有办法走下去了？虽然那个国民党现在代理主委是戴耀议长嘛，议长讲说现在三路并进，然后继续联署，然后想办法劝张科进回头，然后也准备找备胎那个詹姓的备位领衔人，然后看是不是有什么同意书。虽然想了很多这样一些方式，你觉得根本走不下去？因为他现在的状况是他必须要有第一阶段所有的人的1/2啊，是啊，2000再签一张联署书嘛。那不管你第一阶段到底有没有造假啦，现在这个减掉这个氛围，谁要去签呐？你减掉再像基隆一样，早上6点钟来查我，他谁受得了？所以你现在的状况，你难度就变得很高嘛。实际上走不下去，只是说国民党现在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嘛。好，戴希清也没办法承认说我现在就放弃，所以只好说那我们继续做嘛。但实际上来讲，你张科进就是找不回来。老赵那个讲法其实是有点道理，就是说原本你要撤回罢免，你都要2/3的人，为什么突然说这个人说不送就不能送？但不管现在事实状，就是说，是啊，只要张科进不送，你就走不下去嘛。好，所以这件事情是走不下去。那国民党原本这么多区里面，他其实只剩下台北双吴可以玩嘛。好，其他都是玩假的，都不会过。你觉得连原民吗？我觉得原民本来就不会过，因为原民的成本很高啦。好，他的状况非常，而且原民可能是下一个风暴的中心点会在原民那块。对了，因为原民的话，他没有地方党部，大家一直在讲说原民会不会扯到国民党中央嘛？是。那我是觉得检调应该不至于真的跑去收国民党中央吗？你收2个党中央，压2个党主席，台湾还叫民主国家吗？那真会上国际新闻的啦。好，我想原民这件事情应该是上不去了。就说即便他再有瑕疵，我想检调也不会办成这个样子啊。但是就是说，你现在虽然很多深蓝的都觉得朱立伦会被压，朱立伦如果被压的话，朱立伦就谢谢检调啊，对，连任就没问题啦。我是觉得一定的啊，拜托朱立伦被压，你现在谁敢跟他讲说，朱立伦下台？我是觉得一定的啊，拜托朱立伦被压，你现在谁敢跟他讲说，朱立伦下台？对，原本叫他下台，通通都没了啊！压了变英雄了，对不对？对啊，而且他被压还要有那个标准手势。对啊，那所以不会，但是要举起来。但是国民党必须要去思考，就是说，你现在只剩下双吴可以玩，双吴又去一半，你现在等于只有一个吴佩仪可以玩。好，吴佩仪的部分真的，国民党中外华又是一团，又是一笔烂账了。好，就是一笔烂账，这没有人说不好讲的。所以你今天的状况来讲，你真的国民党其实必须思考说，你的护霸其实走不下去啦。好，那你还要不要维持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嘛，就说你一边叫大家说要反228，一边要去说我要罢免人，这个论述不好处理。再来一个就是说，你政治能量就不够，你还要两面作战。好，你应该是说，那我就现在明确的去做好一件事情，就我们现在好好去反罢免，不要再去做一个。我讲说，你现在的状况以中正外华，你连也不见得连得出来啊。好，你觉得小平连不出来？不是。每个人就已经吵成这样，连得出来吗？每个人交每个人的扣打的话，那有党纪一定连得出来。好，那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只剩下这一个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要去坚持做这些？因为国民党从开始到现在，就是不断的在立错误的目标，然后失败，再立错另外一个错误目标。从公投什么？从35-0开始，好，当初要互罢就连一个35-0不承认，然后又继续下去，然后搞出一连串的官司，然后又互罢，对不对？不是，然后又公投啊，公投又一方案说你绑不住，然后接下来你就听到说，那个蒋万安跳出来喊倒阁喊了3天又没了，对不对？然后现在后来还有喊罢免赖清德，你就知道你的数量就是达不到，好，那你不断的喊出新的目标，不断的失败，导致导致你支持者好的士气低迷，然后你又提出另外一个。然后不断的这样恶性循环，你要找一些你真的做得到的事情，告诉支持者一个方向。因为你现在状况就支持者其实支持者知道罢免赖清德做不到啊，中原选民对罢免赖清德也无感啊。好，所以你理论上来讲，你要反228，你就好好去反228。那这段时间其实国际的氛围是不利于大罢免。所以国民党真的要在那个地方去跟民党。在那火车对撞，眼中只有蓝绿。你说民进党眼中只有罢免，没有民生，你自己眼中还不是只有罢免，只有蓝绿没有民生？就其实现在的国际局势，我觉得在野党是有一些空间可以去做的。
好，那你今天国民党要不要看到这个，还是每天只看到民进党有多不好？我觉得这个国民党必须要思考，因为你不切实际的目标，你最终就是失败嘛。不好，来冠廷，我先问一下，刚才后置讲那几个，其中几个点，包括如果真的中华民国2个在野党党部都被收，然后2个在野党党主席如果都被压，他说台湾中华民国还叫做民主国家吗？那会不会引起国际之间这样一些的质疑？这会是减掉在办案过程当中会去思考到这一块吗？然后你现在看到有很多地方，因为这2天有人把大概国民党每个县市党部到目前为止被收的、被压的，然后所有的做出像这样相关的一些的整理，像这样的整理下来以后，确实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像就朱慧议员讲的，他们党工都快崩溃，确实有可能吗？回答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告诉我自己一件事，就是不要双标啊。前面五哥在问其他来宾说，为什么黄国昌会被跳出来点说啊，李庆龙落跑，你要评论？为什么？因为黄国昌过去最喜欢评论这种案件，只要有谁什么弃保潜逃，有谁什么消失，他就会跳出来谴责。可是这一次因为是傅昆萁的人，所以他不讲。这是民进党吴思瑶他们之所以要请说，那黄国昌你不要双标出来面对的原因。所以回来讲啊，朱立伦会不会被收，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回到当时柯文哲当时被压的时候，我也在五哥节目我就讲得很清楚，社会的那一把尺最后会什么时候给评论？起诉书给评论。起诉书最后我相信，如果以现在民众党的民调，尽管小草那个5%、6%还是很铁，再加一些统促党的、亲民党的什么加一加10%，可是我相信本来支持柯文哲很大一部分的人，看到那个起诉书跟这整个案情之后，觉得柯文哲真的做这件事情有不对的地方，所以民调才会掉。我回来国民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就2个重点，我们就事论事。第一件事情是，检方未来有没有充足证据，认为说各个地方党部这个所谓的死人联署跟抄名册是受到党中央的指挥。党中央不一定等于朱立伦我举例，比方说这一次很多县市有被压或者是有被收的人，都有个地方党部的书记长。那我们就知道嘛，比方像我们新北地方党部的书记长有被调查，可是主委没事。那我们知道国民党的状况嘛，主委有一些是比较虚职，可是实际上地方党部的书记长直接是对主发会主委，所以国民党的主发会主委徐宇珍的角色很关键。就是假如他没有下令，那下面的人就代表说他们自发性嘛。那如果徐宇珍有下令，那才会牵扯到朱立伦。牵扯到哪里？第一个，假如徐宇珍有时候有假如他真的有下令，那第一个是他自己决定，第二个是有更高层的指示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复杂，就是有关于全台各地的死亡联署的事情，就是说最后是谁下令的，谁要被调查。调查不一定等于收啦，到时候也可以。假如说真的有证据，或者是你真的愿意承认，你就传你来问，或者你自己对刚刚讲说，我愿意去跟检方说明，那就可以避免所谓的党中央被。但重点是，检调在办这些案子的时候，需要把政治上可能产生的影响性考虑在这里面吗？包括后置刚刚口中所说的，那中华民国还叫民主国嘛？类似这已经是政治考量了。对，好，我把第二个也把它讲完之后一起评论。就第二个就是原住民的部分，原住民是很明确的，已经有时间、地点、会议记录，是朱立伦跟徐宇珍跟他们原民会的这个主委开的会议中下达了10%的这个目标。也是因为这个目标，现在很多国民党的朋友或评论，大家都认为说不会过嘛，因为那个太高了嘛，就是说光2阶联署的联署书的数字要变成跟这个他们的得票数要被罢掉的立委得票数差不多。那因为本来原住民的门槛就高，然后现在下达到地方党部给的数字也高，所以现在原住民无论是伍丽华或陈莹都出现了几百个就是死亡联署嘛。好，谁下令的嘛？就是因为这就是国民党中央主导的嘛。所以我这2个讲完之后，我回答五哥个问题。我们都很希望检方办案不要受政治影响。可是以现阶段，无论是蓝营或白营，面对地检署或者是法官的任何决定，大家都是用政治处理啊。过去几个月已经多少次，无论是蓝营或白营，冲到地检署、冲到法院前面表达诉求。所以我先讲，期待是有多少证据办多少案，然后台湾是一个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国家。可是我很忧心啦。我认为检方最后可能在心态上面也是多少会有这些舆论压力。那我给的建议就是，你就要更慎重办。你要出手要办的时候，一定要有十足的证据。OK， 小品，
在朱立伦的口中说赖清德是希特勒，比共产党还共产党的绿共啦，什么什么类似这些，这是要呼应你刚才讲到，就是有没有所谓的检调为人所用啊，类似这些嘛，这个正脉过程。可是后置刚刚前面提一个，在应该讲说整个罢团在推动所谓大罢免的时候，当35比0出来以后，国民党本来要推以罢制罢，那个氛围是如果过了2阶，假设要进3阶，如果是35或25。对上10，对上10几，那也许还 OK。现在看起来，就剩你们那一区，是国民党现在是最重要而且仅存的一区吗？我们请教我们巨城，好吧？哦，好 ，OK， 是。那看来地动山摇那个地方，即墨那个城主跑掉了。对，你们是举城嘛，你自己讲的嘛，对不对？你们就勿忘在举嘛。对。那你们还有必要在后置口中有必要？还要守一个举城要去罢吴佩益这吗？还是干脆就只力守所谓的35席，少一席是一席？不，国民党现在心里有谱，觉得党中央会被收吗？0跟1哈，0是灭绝，1是还有希望。国民党现在心里有谱，觉得党中央会被收吗？0跟1哈，0是灭绝，1是还有希望。你要不要对后置讲？后置跟你讲说不必考虑这个。不，72个城池不丢了70个城池吗？还是对。所以我们不仅要守住这个万华哈，还要找松香油，还要找那个火牛，好不好？对，火牛这嘛，对不对？我们不会放弃啦，田丹复国。对。这上礼拜我们大家就聊到，上礼拜有讲，你们不放弃是不放弃你这儿，还是连罢吴思瑶都不放弃？不，罢吴思瑶那个比较难，因为那个人跑掉迁户籍了，张克基那个不，我们面对客观事实嘛，他主观迁户籍回到客观更困难的一个事实。那回到万华，请问你啦，3个议员是不是当场哈？不是当场，我们党团会议是黄健庭来那郭兆元坐到黄健庭很近的地方，我比较远，然后吴志刚也来了，反正党团会议。对，他来干嘛？他来不是要听你什么市政监督他来是要下达朱立伦的命令，就是士林北投中正万华的党籍议员，一个人就要连5000份啊！那郭兆元就不要嘛，是不是？好，那他也不要跟赵少康合体嘛，战斗来。然后当初这个赵少康的秘书打给我们3个人嘛，我们说 OK 嘛，他就不 OK 嘛，他不来就是他的选择，我也没意见。好，重点是我们第一阶段马上就2阶。第一次送没关系，可数目总要23000吧？对啊，那里面剔除扣掉7折8扣，至少送出去是不是要23000以上？他才会收件。当然啦，对嘛，是嘛？你们看人家罢团都送了130%，所以140，所以我们的生机在哪里？因为前面耽误了很多司法，也没找我们公职人员等等，前面没找嘛。那我自己热脸冷屁股，也没人理我，那算了，过去了哈。我爱这个党就不批评了。好，再拉回来，感觉有点无奈，很无奈，是无奈，是这样子。好，然后呢，3个人加起来是不是15000？那李孝亮是不是可以连个5000？就是我讲市党部加李孝亮，然后大家在努力嘛，在努力摆嘛，再弄个3000。对，因为我们送出去送23000的话，剔7折8扣，还有一个1万多，你还有50天可以补。因为审查期40天可以继续连，还可以补件10天法定。那40天以后决定你过与不过嘛。所以重点就是送出去一定要2万多嘛，大家努力，至少3个议员搞15000嘛，那这个难道不该做吗？你觉得那个1很重要？后续有没有听到那个1有多重要？你听到没？我讲一下，我跟高高不熟啦，就是郭兆元我跟他不熟啦哈，但我其实我完全没意见，但我真的要讲，就是说现在去讲郭兆元怎么样，我觉得没有那么合理啊。你国民党一接的时候，你如果有要求，是每个人交个1000份，你是不是大家都有？对啊。现在变成说全国民党议员都没事，只有郭兆元一个人有事，这个不太合理吧？每个人都要5000，也不能这样讲。不是啊，那可以，秘书长命令可以不听吗？不是，我们不该出5000吗？你秘书长35比0那是干嘛呢？对不对？35比0的时候，你每个人就交1000份，不是遍地开花都有了吗？对不对？现在去讲那个好，郭兆元一个有事，那其他地方的人又没事。民进党不是，民进党是全台每个地方都在收联署书，都在收别的地方联署，不是收我这一块。就说今天国民党的状况是说，你今天在这个情况下，好，党中央如果再往下去指责的话，我真的觉得
不是很有道理，你没有这个立场，国民党中央没有立场去做。可是小平刚刚讲说，这一区一定要让他过，好歹挂个。好了，二阶如果假设照30比1也好吧，好30比1也好，你觉得好啊？好歹表示国民党还在，至少不是30比1。因为你现在状况来讲，就是说你如果只剩成这样，这个1到底是好看还是难看？到底是你说不如0？对啊，但是不是？就是说，而且我就讲说，因为你现在整个策略上面你很难去做这个论述这件事情。你过去不断的就是在重复这件事情，就是说错误的政策失败，然后让支持者失望。再提另外一个错误的政策，你现在状况来讲，你2个又不绑在一起投，对，一定不会绑在一起投。你剩下一个面子而已嘛，就是这件事情存在，对于你今天来讲，不管7月底是20个也好，还是20几个也好，那一场投票来讲有什么意义？如果说有这一个，我7月底那场投票，罢免投票，蓝营支持者都会出来，因为有一个吴沛忆在这边，有一个独苗在这里，所以我们都会出来。那你这就有意义嘛？如果这2个其实勾不上的话，那这件事情你就要去思考嘛，怎么样？就你保住你20席立委，远比你败掉1个来的重要。你败掉这一个，你这边输了，不要说10个，5个好了，你也划不来啊。后只讲有些话是在情理之内啊，我也同意了啊。可重点是我们二阶跟3阶是不是联动？绑在一起，同意吗？请问我们重点不是1跟0的关系，而是秘书长跟主席下令。议员可以不遵守，那3阶我也不会遵守，你知道吗？3阶也要规定啊。你今天那个各区要在地的议员啊，那你一定要戴你的帽子，带1000个人来啊。我们最后造势1场要5000人啊，或王宏威的或任何的场，对吧？那今天赖士葆的场子我也要动，因为有10个里是我们的，你知道我们南中正10个里加42个文山嘛。那照那个比例去动员嘛，就是我们中正万华也要动那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动个200-300，他们就可能要动1000呐，就文山、大安的这些人嘛，这些议员嘛，好，所以还是回到前面做错很多事，我完全同意啦。所以我说后知讲话有些话在情理之内，为什么讲这个话？因为前面就弄坏了，后面要救很难救，你知道吗？可是重点是3阶还是会进行吧？当然30对嘛，30个地方投票，这是必然发生的事。然后如果令不出党中央，那后果绝对更惨。OK， 我讲2阶跟3阶的联动是概念，就变成就不是那1的问题，就变成就周天子嘛。你三国七雄会听你的话嘛？就是不是？我举例啦，所以还是前面做错我也没办法，我是一个小小的议员，可是怎么样？甚至0跟1，甚至重要也没有是要命的重要。可是3阶被罢掉就是死人的东西。那怎么样建立一个系统？然后威信重拾党中央的威信，我认为还是重要的啦。来，前国民党党员，来将军，我觉得中正万华如果这个第2阶段罢免的状况交给钟小平一个人做，也许还容易。这叫3个和尚分水喝。这我干嘛帮你做？你知道吗？因为为什么？因为议员明年就要选举了。那个选上与选不上，跟他自己的关系事关重大。尤其国民党是现任优先提名，所以你必须已经提名你了。如果你没有办法掌握好这个机会，你可能就是落选。那各位，辅选跟反罢免完全不一样。我今天我出来，小平要选立委，我出来帮你辅选，对我是加分呐。会支持你的人，因为我辅选，所以我的选区你也会支持我。可是反罢免不一样哦。反罢免是说，你要投反对罢免他的票，所以你的族群里面，你的票这个投票你的支持者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是中间或浅绿？可能是因为曾经你帮他做过一个服务，他觉得你很不错，那他可以不投绿。你干嘛讲的那么深入？没有，我讲实在啦，因为我们桃园区也是这样嘛，就是我今天如果说立法委员选举，我帮你辅选。这人捧人捧上天嘛，对不对？会支持你的人，等到下次我选举，他也支持我，所以我愿意帮你辅选。可是我帮你去反罢免不一样哦。可是将军，完全不一样。讲到反罢免是这样，那你如果要叫议员去找人再出来罢那个人，那更难，那他不是更麻烦了？就这些人搞不好我就得罪了这些，更难。对啊，那不就更难了吗？所以我说联署嘛，如果是小平议员一个人联署。我相信他可以搞得出来，第2阶段，以他的本事搞得出来。可是你分到3个，就是主席下令，3个人各有各的扣打，甚至4个人。那如果另外3个不做嘞，他怎么办？他去得罪所有人呢？可是将军，如果讲这整件事，因为这次出来会因为出现了很多司法案件，就每个地方包括在罢免出现死亡联署啊这些
基隆当然那个因为民政处长也牵扯其中非常严重。谢国良今天有讲，针对包括有什么用到民政系统用到什么，他说他一定会道歉。OK， 你有注意到最近包括民进党甚或像民进党秘书长林有昌是直接点名朱一伦，问说你们知不知情，你们要不要道歉？谢国良也被点名这些。谢国良今天是讲说他一定会道歉 ，OK， 针对如果有用到民政啦或者什么什么这些，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定不对的嘛。那朱一伦呢？为什么陈慧文没事说叫朱立伦跑去自首？自首完以后，所有事情都解除吗？还是朱立伦要针对这件事情要去做道歉的动作？可以止血吗？这两个人，谢国良跟朱立伦是完全不一样。谢国良道歉，对谢国良2026的连任扣分，大扣分。为什么？你是政府官员，你政府官员你是用公家的公务员的权利去做违法的事，所以道歉表示你认错了，认错了没有用了，你是基隆市长哦。你不是学生哦，学生认错可以改。你是基隆市长，你认错，2026对谢国来讲重大的扣分。OK， 可是朱立伦呢？朱立伦不能认错，绝不能认错。朱立伦要盯到底。最好是什么？你知道？是北检去搜他，去搜，然后呢？最好铐起来，最好压他，现场铐抓走最好。对。朱立伦再讲一次，你说你们男女被抓，真的，他至少手伸起来高嘛，比阿扁长很多，看起来这点我认同小平，就是政治上面对，当然不一样，因为他是党主席，党主席明年就是年底10月份能不能够连任主席，在于蓝绿的对抗。对抗性越强，朱立伦连任的状况就越强。朱立伦如果这么一被铐上，不要被铐上了，被请进北检问话，蜡炬成灰泪始干。他被铐，我们那些就有生机了。没有台北市的5个立委被铐的话，卢秀燕也不用选，不同意票就会出来投了。被铐的话，卢秀燕也不用选了。所以我说这个时间点要不要去问朱立伦听到将军讲就算了，朱立伦如果听到小平讲，你最好被铐，会不会觉得他当然不该被扣，可是硬要扣他，我们在政治的效应上，希特勒要扣他，台湾希特勒扣他，我也没办法。关键你真的不要笑了，讲句实话，不是我假设他今天已经被压进去了，不是我真的很想笑，是你让我讲完了，你让我讲完了，他都已经被压进去了，是。你国民党被罢10个还能怪他吗？我都已经进去了。对，不要怪我。没错，完全正确。就是如果朱立伦真的因为原住民的联署或者是提案被问话或是被扣了，朱立伦赢大了。可是我告诉你，朱立伦很怕，朱立伦不想被扣，他想当主席，他真的不想被扣，因为朱立伦清清白白，身上没有任何的刑案，他被扣是一件对他个人来讲是一个不好的事。所以为什么在426他发了个贴纸，每个人贴我是守谋，我是守谋。对啊，如果他要一肩扛起，不用都不准贴，我贴就好。所以我说朱立伦的胜利方程式出来了，可是胜利方程式连任的方程式，朱立伦不见得敢用啊。OK， 所以我讲朱立伦现在是想被扣又怕被扣。我先讲，我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但我刚才笑是真的忍不住，是因为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的氛围很像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讨论了半天，就是国民党教育怎么做，尤其刚刚厚之哥跟那个小平哥大家有不同看法，但现在看起来最大交集是检方压朱立伦，就可以救国民党，所以我是笑这一个，最起码可以救朱立伦的党主席，我是笑这一趴，但我回来讲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就对民进党或对一般的民众而言，其实现在会想知道真正的背后的问题，这个 question 的 Q 是什么？是。到底是谁下令要抄的这件事？为什么会这样讲？有台的主持人有出来公开的明确讲，说是徐宇珍就打通电话，然后讲说是就抄啊。这个事情罕见的事情是，徐宇珍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直接讲那个好了，就李正好，李正浩的爆料，李正浩爆料能相信吗？然后就跑掉了。这个事情照理讲应该是要坚决否认的。我没有不可能是讲这个事情，李正浩在讲我告你，可是没有，他就讲李正浩的爆料能信吗？就飘走了。所以我认为现在国民党在铺一个梗，是我现在最担忧的。我虽然笑了，对，但笑完现在是担忧的事情是，以国民党现在不配合调查的状况，就态度是不配合的嘛。国民党举例都会讲到说朱立伦不要去最好，然后徐宇珍一副就是那个你的爆料不可信，但没有人出来认是谁下令抄这件事情。如果你是检察官，你最后能怎么办？我为了保全证据，我为了问出真相，这个案子必须侦办。我迟早得再怎么样也得传你的人来吧。可是国民党现在感觉把这当浮木当一个政党把检方最后不得不传你的人来，无论是传谁啦，主席、主委谁，然后当成是最后国民党的浮木，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党把检方最后不得不传你的人来，无论是传谁啦，主席、主委啊谁，然后当成是最后国民党的浮木，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事情。结果这几千个死人联署，国民党完全不用负责，这是我最担忧的。没有，我补充一点哈，对，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是朱立伦下令去操作，我敢这样讲，绝对不会是朱立伦，因为主席做任何的指裁事就是说，好，我们启动以罢制罢会，他不会跟你讲说，各位那就用抄的，主席不可能，我在国民党待这么久不可能，那谁会讲？作业人员，所以主发会主委比较危险。OK， 来，范老师。我刚才当然，如果如小平所期待的了，朱立伦不要，我是不希望不希望这种画面出现。可是碰到台湾新闻，你讲没办法，因为他讲的很传神嘛，他把那个阿扁的那个都，他说朱立伦手比阿扁长嘛，对，所以可能更显眼嘛，效果更大啊，张力更猛啊。但是我不觉得那个效果会对于这个所谓的好像国民党的罢免的事情会有正面帮助。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从426这个真的如果减掉有要用政治角度去看的话，425不会去压黄旅啦。我何必呢？对啊，我压了天才火，我压了反而天才火嘛。但是你可以看到其实从这个国民党这个死人联署案制到现在为止啊，我说叫外弛内张。我们讲外弛是外面很强，里面扩张力很大。但是我讲这个外弛是很松弛的词，外面很松弛，里面很张。就是外冷内热，就是国民党在很义愤填膺，可是一般的民众真的觉得死亡联署值得同情吗？我不觉得我觉得就算朱立伦真的拿了手铐比起来，没有人会把他说他是被判什么政治冤狱。死人联署的那些票不是赖清德给黄旅锦如的，是你国民党自己挖洞自己跳嘛。你今天如果当初没有这个死亡联署，赖清德怎么就不要说赖清德剪掉怎么办？没有正当性嘛。所以我的意思说，今天这件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我觉得国民党还想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什么？赖清德用剪掉去消灭在野党等等，我觉得那个只有他们自己人听得进去。那至于说外面的中间选民能不能够接受，我觉得恐怕是很困难。那另外就是刚刚讲说，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是到底要对这个大罢免，我们是要战什么政？还是要和？我们战就是我们也来罢免他。那就还有，或者是我们就是采取一个持盈保泰，我们把那个35个立委，我们尽量用全力反罢，全力反罢，还是我们要反手为攻？朱立伦不是讲说什么百日反恶霸，什么他定调要百日反恶霸这些白场，而且重点是，当人家一路这样子如火如荼烧成这个样子，看起来国民党如果像厚志刚讲，因为最多小平这一席，连原民那2席现在还不知道状况怎么样，罢摇看起来似乎很有可能会胎死腹中。那真的全力反罢应该是对他们来讲现阶段最重要的一块啦。他也已经喊出这个口号了吧？可是我们目前看不出来啊。从这个426到现在为止，已经1个多礼拜了。国民党到底在这场罢免大战当中，我的战略是什么？没有。战术是什么？更没有。他们好像我看到好像有联署战，这些都零零散散的嘛，都没有人嘛。那就表示你不晓得你到底要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嘛。那至于你说好，你说我要罢吴沛忆。小平有说要钟佩君好像缴1万份还是还是讲1万份？对啊。那为什么大家都你推我推你呢？为什么没有人说好，党主席我率先我就是要拿1万份出来，我钟小平先出，然后呢，然后就要吴志刚要不要也拿个1万份？然后呢钟佩君对，没有人带头起因嘛？对啊，我先来再带头上战场，大家跟着上。没有，现在都是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然后大家都想什么东西？如果今天这个吴沛忆这个真的被罢掉了，我有没有机会选立委？大家在想这个，你知道吗？或者我做这事干嘛呢？或者你说吴思瑶，到时候这个张思刚也想说，好啊，我领头啊，我花钱啊，我搞联署战啊，我出钱出力啊，我真的把吴思瑶罢下来，那是不是我选立委？搞不好你让给学姐选啊，那我搞什么？我为谁辛苦为谁忙？大家都还在政治算计，这个跟民团他们那种说难听，真的是那种出于内心的焦虑，我觉得那是完全不同，因为这个是完全是从政治。你这块小平要不要直接回应一下范老师？你们都是为了谋私利，人家这个地方是为国为民，真的不是。我跟你讲，他绿的我不会批，讲我们
我是不是选过立委被提名的最近的最高民意？大家同意吧？对不对？只差几千票，因为人不行我就当选了。那当然我可能选上也被后面被罢掉，我知道了，人生的命运没办法，人生的命运就这样子嘛。好，然后我最高的民意，那我最会罢，然后然后要交分数等等，我在你节目宣布呢。对，你说你不选嘛？为了罢免，我们1个月30万都不赚了，我绿节目一个都不去。一个都不去，这钱事小，对不对？那重点是我们不差这个通告费来生活嘛，不去就不去了嘛。第二个，我有没有宣布说我不选？有，那可以的吧？那是我们人格高不高尚？一堆人骂我，深蓝骂我，红的骂我，一堆蓝的、绿的骂我就算了。我们也有统派跟中华民国派，我们也有的那个深那个比较红的电台，我们处境很难，好不好？深蓝也在骂你，深蓝也骂惨了，深蓝也在骂你。我是老兵第2代，我比谁？请问你2004年首谋是谁被抓去起诉？是我钟小平连送那次记不记得2颗子弹？不是现在的朱立伦而已我们都被怀疑不是蓝，不太好笑了。好，再拉回来，我也不选能屈能伸的，是这样子。不，大家讲公道，在节目很公正嘛。有，我说都不选我最有资格选嘛，我罢免最有能量，然后我是最近的最高的民意，然后那还要我怎样？那到处还要开除我党籍，还要党那边，为什么啊？不，大家讲公道，因为我们有背景嘛。我爸爸是老兵嘛，可怜嘛，我讲真的嘛，不是吗？好，我退1万步了吧。然后要求大家都要去交那个联署书，那来选的人交1万哪里不对啊？哪里错？你节目是讲道理的节目吧？不是讲歪理的节目吧？不是，我懂。对啊，你下次也等，就你口中的那个要交1万份的来以后，大家一起讲。不，你不来你就不要交嘛。对，那你就交，你去到你回你的选区去让人家反罢免嘛。罗志祥跟这个赖世宝嘛。可是如果真的这样一路走下来，我觉得范你要挽回一下。我觉得小平当然很多苦啦，很辛苦。人家都说不选了，你还要这样子。而且我今天才讲，但是他有多委屈，我今天才讲，对不对？我都不选了还要怎样？你还要骂我？我是觉得他有蛮委屈啦，但是表示大家还是不团结嘛，就各有，但有你的委屈我也知道嘛，但就是彼此还是。我不选是不是尽最大的团结力量，对吧？但是我觉得这种你看嘛，就这种动力是不能够跟那些霸团相提并论。我必须要用我这个礼拜6我讲我的自己的事情，就我们大学同学，政大政治系同学有个聚会，我们已经10几年没见面了。因为同学我连赖的有的都没有这其中有一个他说我们这个有同学回国，我们吃个饭。那你也知道，我们30年前那时候考进政治系。大家都不晓得怎么进去的啦，所以我们那时候对政治都毫无兴趣。所以我认为我这几个同学应该对政治都冷感，他们真的冷感。他们后来政治系毕业，全部都没有一个从政的，都是念商啊，干嘛。然后10几年前我们见面也都不谈政治，都是他们是女生，对政治无感。我们那天见面，我就告诉他，我就想说我确实不能谈政治，我也不想谈了，因为我想他们都冷感，而且政大过去一般来说比较蓝嘛，我可能都是反罢免的，所以我就决定要谈，就是风花雪月。结果我一去，那你拿手。我也可以啊，也可以，我就双向很多了。结果去了7个同学4个同学一看到我就说，我们支持罢免，我们不但支持罢免，我们还联署，我自己联署，还找自己的亲朋好友联署。这里面有一个女同学，爸爸还是军官退伍的，很蓝的家庭的。后来我就问这个同学，我说，你过去我觉得你对政治很冷感啊，你怎么会这么支持？而且讲到这个徐小新恨之入骨啊。我说你们都可以上争论节目了。他说为母则强。他跟我讲这4个字，我吓一跳，我真的吓一跳，我这样被雷打到。他说我当了妈妈之后，我觉得我不能让我小孩过中国这样的生活，民主自由的生活我们要保障。这是我没有去，我连联署书什么格式都不知道，因为我那个选区没有办法。我真认识一些这个霸团的人，可是我怎么知道他以前可能就是一个社会运动积极分子？我认识这几个同学都是对政治极冷漠。他们竟然有4个同学，另外3个当然就本来就不关心嘛。他们就真的很积极，然后他们真的觉得那个危机感。他们还说什么？他说：“当然，有一个同学可能家境不错，他说我担心中国来了之后，把我的财产都没收了。他说中国现在在中国割韭菜，他自己人民都不照顾，他怎么会照顾台湾人呢？”民主自由的生活我们要保障。这是我没有去，我连联署书什么格式都不知道，因为我那个选区没有办法。我真的认识一些这个霸团的人，可是我怎么知道他以前可能就是一个社会运动积极分子？
我认识这几个同学都是对政治极冷漠，他们竟然有4个同学，另外3个当然就本来就不关心嘛，他们就真的很积极，然后他们真的觉得那个危机感，他们还说什么？他说，当然有一个同学可能家境不错，他说我担心中国来了之后把我的财产都没收了，他说中国现在在中国割韭菜，他自己人民都不照顾，他怎么会照顾台湾人呢？所以我觉得这种焦虑、这种恐惧，其实是国民党没办法体会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还在讲说啊，这个是民进党侧翼，真的不是。所以我觉得今天我觉得这个运动啊，跟太阳花学运，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当初的这些那些运动黄瘦瘦事件不一样是嘛？当初这些运动都是大家一起取暖，在立法院，对，我们都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或者什么野百合运动，它没有外力的干预哦。这一次是深入敌营，你看前天那个在新店的那个7张捷运站，我住那边住了17、18年，那个捷运站附近哪个商店我都熟得不得了。新店罗明才竟然现在已经第2阶段快要过了，新店你们说花莲是富家王朝，新店是什么？就罗家王朝，所以我觉得今天为什么会挂霸不可能为可能？罗明才在新店当立委当了27年呢，很多人他还没出生就当立委了。他的爸爸罗福柱当了6年立委，这个地方如果真的2阶段过了，那表示怎么风起了吗？刚才范老师讲的这段，任俊是好，因为你看到霸团这次不是有很多推出很多的一些的影片，有一支叫最近推出的就是刚刚范老师讲的。上次是母亲嘛，母亲篇，现在是孩子篇，很多这一类的，可能也是呼应到刚才讲的那种感受。那我也在节目每次问说，国民党为什么吹不出像这样的霸团的一些，能够愿意这样自主的做的这样一些？可是数字现在看起来，显然2阶过完以后，照一般霸团手送出来的数字，大概就会是可能20几，比上这边就是后志刚讲，可能就1，我不知道会不会有2或3，大概最多1或者怎么样。可是对于很多国民党的委员，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讲的，王宏威不是也讲，那我们都这么差这么烂吗？国民党的委员有这35个都烂到这样，大家要弄成是这样吗？那现在看起来，白银这一块对国民党来讲，确实是变重中之重了嘛。黄国昌也是公开喊只要进入罢免3阶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催出所有的支持者，然后进行满罢免。甚或好了，就是讲说像罢无私窑那一块。不是，那是赖以正在我有看到那个影片，他自己有在跟人家在聊的时候，他讲说，本来他的想法是说那个备位的是不是就找陈志涵？后来当然没有这样做，他说他本来有这个想法，所以现在看起来蓝白，尤其对现在蓝营来讲，过个20几个似乎是在预料之中了，所以白银这股的力量对他们来说重中之重又重。我先简短讲一下刚刚那个罢免的那一个了。其实我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讲这个朱立伦那一天刚刚提到的那个我是首谋的贴纸对国民党来讲很伤啊。我不知道小平怎么想啊。但是我自己遇到有些国民党议员是对这件事情是极度反感。就你朱立伦自己号召大家去北检嘛，新闻稿都还在党中央的新闻稿里面，然后你出来跟人家讲说叫大家都贴我是首谋。那是怎样？大家有罪一起扛嘛？那有功是谁拿去的？是你朱立伦拿去，但是你叫大家进来扛啊。所以小平刚刚的那个委屈其实可以理解。对不起不是只有国民党那个什么蓝营骂你的，林佩祥也骂你啊。你即使都不选，林佩祥也一样骂你啊。就是国民党很讨厌的就是这一点啊。你说今天国民党要催票，就2种票嘛。第一个是选区立委的那一块，就如果是我国民党的立委，你要催出来是那个支持者，他要进来帮你。那问题是进来要帮你的时候，你希望靠这些议员帮你拉这个组织票。国民党这一次在整个面临到大罢免情形我个人认为啦，组织过去是国民党的强项，但是现在组织成为国民党最大的包袱了。也就是说，你今天要求地方的议员在这个罢免的那个要被罢免那一区，请问凭什么？是立委自己本身要努力啊，你要自己努力去跟议员沟通啊，不是说由党中央下令说，你们今天议员去帮忙。讲难听点，那些议员的心理想法是什么？我们就回来看去年在选立委的时候，选区里面多少议员在那里踢来踢去，都为了要争那个立委提名。你今天那个伤口都没有抚平你今天说大家出来帮你，我想那第一个组织动员很难，第二个是你今天要去罢免那个就绿委嘛那你要去罢免议员的选票是这样啦。刚刚将军讲的很白啦，
就议员的选票，基本上我能够囊括到的，不一定是我自己支持者啦。我何必在这个时候去强出头说，哎，不好意思哦，我今天直接剑拔就是你，我就不喜欢你这个立委，我要来居民发动啊，我们去罢免你。我跟你讲，议员自己也有很多的难处。你用党中央进来，再辅以那一个跟你讲说我是首谋，你认为多少人会愿意扛啊？我觉得国民党现在，你说有多少人会认为白银在最后的阶段就会极力的出来跟你投票？那空话啦，那是个空话。黄章喊的这个样，你觉得是空话？你用什么东西验证嘛？我就问这件事情嘛，你用什么东西去验证嘛？就国民党从要面临到罢免危机到现在到今天为止哦，国民党都还在担忧他的支持者不出来，都还在担忧他的支持者不出来。请问以民众党的盘来说，他有大到可以跟国民党的整个组织动员能力下去比吗？而且那个东西讲实话，那是一个绝对稳赢的一个说法嘛。就像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我因为当年小弟这个你有参选过选举的时候，那有那个很热心的民众啊，半夜3点打电话给我，他们睡眼迷蒙的，搞不清楚啊，这样，人家我跟你讲，我要帮你拉到了支持者2票。哇，千谢万谢，你知道吗？那我讲说，我不会知道那个2票是谁啊？是啊，你到真正投票的时候，上面不会盖我是民众党啊。就你怎么去验证这件事？是，可是他赢得了媒体的目光啊！哇，我国民党，我跟你讲，而且我对国民党有交代，我告诉你，你看到我公开讲了，我叫所有的支持者全部都出来挺。你记得民众党有个议员叫陈佑成吗？当时在讲罢免这件事情，小平一定知道佑成怎么说的。国民党被罢免的立委，希望我们民众党的出来帮忙，你要展现足够的诚意啊！什么叫诚意？国民党今天给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嘛。所以对黄国昌来讲，他当然这个阶段喊出来，你到最后怎么去验证说那个票数开出来是多少？他大可以，你到最后真的开出来票数不如预期啦啊！他大可以讲，国民党自己动员不力啊，我们都努力了，我们都帮忙喊了嘛。可是那个喊仅止于什么？你就回来看，民众党在这个阶段里面，包含张启凯。他也对罢免这件事情有他的看法啊，他觉得应该就是继续做下去啊，继续罢，因为没有差嘛。对民众党来讲，民众党在这个阶段里面，他不能够置身于世外的原因是因为，当蓝绿都在打热战呢，你今天民众党在这个地方，你不跟人家出来喊说，我要选一边站，我要怎么样，他瞬间被边缘化掉了。所以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讲，其实国民党内真正面临到要被罢免危机的那些立委来讲，我觉得每个都务实啊。我们访谈那么多立委，怎么会不知道？他们对这件事情，他们当然期待，会有一个期待说，哦，今天那个所有支持的票数能够出来。但我就讲一件事，地方有没有动，地方的人最知道，政党组织有没有下去跑，地方的人知道，而且这个知道不会只有自己政党的人知道，大家都知道嘛。民众党多少组织在地方上面告诉他的支持者讲说，你要如何去面对这个大罢免案，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数啦。冠霖是现在如果照罢团公布的，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在譬如到5月8号的时候统一送件，因为会同一天投票嘛，希望能够造成这样一些氛围，你估大概会有多少？我们不能估啊！我现在很乖，不能估。但现在看起来，你可以说你看到我看到的罢团的数字应该20几啦。应该20几，应该而且这20几应该都是过了130%。对，就是因为现在现在看客观讲过有2种啊，一种是老实说，就是无论怎么样被剔除，还是一定会进到第3阶的。比方说罗廷伟、傅昆萁、郑正乾这种什么140、160的。那如果以罢团现在对外讲，就是说他们估起来大概130%，大概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如果什么120几、110几。有可能就要落入要补件，是，所以我说真的，之前为什么像沈伯洋立委跟很多人一直出来讲说，还是希望前面可以大家冲，能够努力帮忙到不要补件，因为如果说要补件，有可能就会国民党一开始设定的议题就是说希望可以公投，然后跟这个案子会一起，那可能就会落入这个状况。那以目前的数字看起来，20几个应该是有啦，可是有没有可能是像大家估的乐观，说什么三个？我觉得那个就要看后面的状况，因为老实说还有1个多礼拜，那最后再冲。我举几个例子就好，像马文君，其实也没有人认为说有可能达标，可是这2天中间就达标嘛，油耗也达标了，然后现在居然那个桃园也几乎都达标，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就会。在最后这1周多才会真的有办法抓住数字。那其实像你看媒体报道，平心而论，罢团在做这些的时候，那个过程的时候，确实是非常谨慎、非常小心。因为像花莲，不是送了3万多份嘛，
3万多份，然后选委会大概花莲选委会花了10几个小时，对，最后剔除掉11份，是，所以你看这个比例上面来讲，确实那是有花功夫在做的，是没有错。他们自己其实我们跟这些霸团在互动过程中，他们是比任何人都还要紧张。所以你看这个比例上面来讲，确实那是有花功夫在做的，是没有错。就是他们自己其实我们跟这些霸团在互动过程中，他们是比任何人都还要紧张。就是那每一张那个联署书啊，上面的那个写的字啊，有没有突出格子啊，有没有用正楷体，他们是比任何人都要求。那这个也反映在初步剔除上面嘛。初步剔除上面，他们就是很明显的是比想象中都还要更严谨。OK。浩哲，你刚才中间在前面讲的时候有提到，因为整体的氛围，尤其现在包括我们现在面临到关税战，很多的这一些事，整体的氛围其实对整个大罢免来讲的话，不见得这么有利。像这两天那个汇率，台币升到让很多人只能用瞠目结舌来形容。连续2个上礼拜5跟今天2天大概升值快2块钱，大概2块左右吧，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数字。所以今天央行才会在4点半，我只能用，一定是被迫出来开紧急记者会了。要这样一路下去是不得了一件事。而这些看起来的话，对未来的罢免，你认为在这里头，那还会有什么影响吗？我觉得罢免最后就一直都是，我一直觉得罢免最后都看川普啊。今天绿营的很高兴在讲，你看我们每个联署都这么漂亮，拍谁台币跌1块钱，把你全部都干掉，大家都只注意这件事情，因为台币升1块，升1块你就全部都干掉，因为很简单嘛，你如果没有美金资产的人。台币升值，除非你要出国，不然对你来讲没影响。你便当还是这么多钱，你薪水还是这么多，对不对？可是你有美金资产的人，你看到脸就绿掉了。从川普到现在，每个人财产海外资产缩水10%，因为大家财产都美金计价嘛。对，光汇率就给你跌掉10%，你怎么赚都赚不回来。所以就是说，你最后的那个罢免的成功与否，是取决于川普。那绿营现在只能说不断的去维持我内部的热度，可是中间选民这一块是看川普。那你国民党现在的状况，明明就是说，民进党现在不断的往深绿靠拢，中间让了一大块给你。好，你国民党应该去思考这一块嘛。好，中间这块我有没有空间？有没有可以介入？讲一些中间选民关心的，不要只讲深蓝关心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对你来讲已经不是输赢的关键。OK，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在乎新台币升值一些问题？大家知道，好，我们是一个以出口来讲的话，我们是好，你知道我们叫中华民国是海岛型国家，我们是以进出口贸易，尤其出口对台湾来讲的话，那是非常非常重中之重的一环。那在这个时候，台币升值成这个样子，对我们的出口，你这几天看到所有的媒体报道，你就知道那个打击会有多大。你以为都跟你没有影响吗？那刚才后置讲的那样，好了，也许你也许不太清楚，你回头看一下，我们台湾人是很喜欢买保险的，各位知道吗？我们台湾人超喜欢买保险，一个人可能会买它非常5、6、7、8张。你去看看，你有没有美金计价的？有很多保险都是美金计价，大多是美金计价吧？对，你只要坐在家里面，台币升值以后，随便举个例子，你本来那个保单，我举10万美金好了，如果1比32的时候，你换算台币是320万，然后现在如果是到29点多，你就是290几万。这是整体国际好，你说从关税战以降，这真的跟国计民生会有关系，更不要我还没有讲到，如果整个升值成这个样，对台湾的所有的出口产业，那所有相关影响一直往下走以后，会造成后续的一些影响。小平，我记得是朱一伦在前几天，大家那时候还开玩笑说他叫朱教授，对，他就开始在讲那个所有在，他还讲说我愿意跟赖清德谈，大家讲说你跟赖清德要聊什么这些东西呢？然后现在看起来的话，所有这些，尤其先不要讲关税战了，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谈的会是怎么样，但是汇率战这一块，这已经面临到眼下了。第一个关税战嘛，汇率先讲汇率，现在最急的是以前最急多久以前33吧，那现在搞到29点几，因为你干预嘛，央行变30嘛，对。那我请问你，33到30也不严重，也10%，毛3到4中小企业就全部都倒了以后是不是社会问题嘛？这第一个，第二个，以前说中小企业苦，高科技厉害，高科技也苦啊。
烟台子弹被迫1600亿去投资啊，5兆台币投资美国，然后这个2奈米3奈米满足了这个辉达跟这个苹果，还要你吗？你台积电还有多厉害？少吹牛的。第二，这个叫做科技战，不是抢科技，是你人被抓走了，好不好？第三，请问你川普歇手了吗？川普歇手了吗？大家思考一下，半年后。这个美金跟那个台币的这个汇率从1:33会不会到1:27、28？可能性太大了，好不好？是不是重到1985年的时候广场协议？哎，是那个就是怎么击垮美国，就美国击垮日本，干脆我跟你讲，我们退一万步就窝囊到底，好不好？我们甘愿当美国的殖民地了。我一年赚你多少？前几年是赚300-400亿，现在700亿，去年最多。好啦，你也不要叫我买武器，我1毛都不赚你，好不好？台积电回来。武器也不要多买，看我们自己的意愿，你不要压迫我。这已经是殖民地了，惨不惨？够惨。可现在是做的是次殖民地。现在赖清德的处境，孙中山讲了，以前那个满清政府。我讲丢不丢人？我都不要，我1毛都不赚你。然后我也那你要叫我买东西，我都尽量买你的东西。我们贸易平衡，我们小国他跟全世界是当然差了5000亿的那个利差嘛。老共跟他差2000多亿，那大家的事跟我没有关，只有中华民国跟美国美利坚合众国，我赚你700亿，1毛都不赚。你台积电不要逼我去，就撤回来。然后呢，汇率都维持1:33，都不要动，你不要压迫我，这样可以吧？这样丢不丢人？已经上权路过了，都比赖清德做得好。以后会更坏，以后会比我讲这个丢人的。我身为中华民国的公职人员是很丢脸的，可是处境都比往下走。当然后世讲的对，中间选民空出一大块，谁看懂了？卢秀燕看懂了嘛？他上凯道讲什么？讲拼经济嘛。他头脑很清楚，好不好？所以我讲我是乌鸦嘴，我讲的是你够可怜的，可是说不定比那个还可怜。你要选边站，你要当美国队，我们有意见。OK，我觉得是这样的哈，一个一个讲，先讲关税。关税其实我们政府已经明确跟外面证实了，因为本来一开始传闻，就是我们是在5月1号的时候，郑丽君副院长跟我们的谈判代表确实跟美国有第一波的磋商。那磋商的细节不能讲，但是对外表达是说蛮正面的，所以至少证实一件事，就是我们的政府其实是有做好准备，而且有跟美国被纳入第一波的磋商的国家。这第一件事情要让大家知道。第二件事情就是汇率确实这2天的那个起伏是真的很急啦，那个图就非常的急迫。可是我必须要这样讲就是说我们的央行到目前为止，我们其实不管是美国还是世界各国，我们没有被纳入是操纵汇率国。那但是每一次都是被观察。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国人为了台湾好，我们对外不要一直讲说我们央行有在操作汇率，因为这对台湾不好。那事实上台币有没有在过去几年实际上被低估？其实台币的汇率有被低估了。那我讲今天的状况是怎样？今天状况就是有人很开心，有人很忧虑。忧虑的就像5哥刚才讲的，我们有美元保单的，我们有靠进口为生的这些产业，确实会很忧虑。进口为生的话比较麻烦。对，为生的话就是直接利润变低嘛。然后有保单的话，我们价值直接缩水。是。那今天很多年轻的朋友是把那个各个银行的 APP 都爆掉、当掉，因为要去换日元去日本玩，或换美元去美国玩。这个当然有一些人觉得这样很好。可是回来了实际上我们的汇率，我有换了，范老师有换，然后年轻人，年轻人，好，年轻人是，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回来这2天台币急升的原因川普现在跟世界各国都在谈，那谈了之后，全国的股市回温，然后现在全世界的市场对台币跟台湾市场的预期心理是好的，所以这几天是大量的外资进来，然后台币就往上升。可是升的幅度比大家预期又来得高跟急，所以这个幅度比较大，是之前比较少见的状况。所以今天央行这个杨金龙才要出来跟大家讲这件事嘛。所以我觉得接下去就是大概几件事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有部分的产业过去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汇率被低估，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利基在的。现在我们政府在做什么？就是一直希望说这些产业我们可以帮忙它，无论是研究还是给他们补助，还是帮忙，能够让他们赶快转型。就有一天台湾的汇率如果回到正常的值的时候，它能够持续有竞争力。有一天台湾的汇率如果回到正常的值的时候，它能够持续有竞争力。
那第二个状况是，当然在不要央行去拆供汇率的状况底下，我们有什么办法，至少可以让我们汇率可以相对维持稳定？这当然要考验到我们的政府。冠廷，有没有注意到小平刚刚讲的中间？我相信在未来，那国民党一定会不断行塑的一段，就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在国家已经面临到国际之间有关税战、有汇率战，你看一个汇率升值，一天之间升成这样，对老百姓影响多大？然后你们还要搞罢免吗？你们还要什么？国民党接下来一定会主打这个，小平你们一定会走这个嘛，对不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看，他们就会直接打这个。我觉得最后就是正面对决嘛。我相信最后如果说到第3阶段，然后大家认为说这个立委该不该罢，然后回到了经济议题，大家就是来讨论嘛。我们一定会认为说是我们的执政能够让台湾经济变好，因为你们的立委在那边乱，经济才会受到影响。我举例，比方说今年第1季，当然我很讨厌自卖自夸，可是客观数字就在那边嘛。今年第1季我们经济成长率现在估出来是5.37%。会比哪几个国家好？一定比中国好嘛？比那个新加坡好，甚至比南韩都好。那这个状况就是说，怎么让人民有感是我们的工作。就我们不要像以前只讲数字。可是如果你真的就看经济数字，跟看我们做的事情可不可以说服人，那我觉得我们很有信心啊。到时候最后两军对峙的时候，比方国民党提的一些法案，我们认为没有福国利民嘛。你们讲说了1年要提一些福国利民的法案，你们提了什么？过了什么？反而是我们的一些预算被砍，这个是可以攻防的。OK， 记不记得越南？越南是第一个在关税战里面直接跟美国讲说，我什么都 OK， 零关税什么的。你还记得美国回的是什么？我不是看你关税，我看你有很多其他被点的第一个叫操纵汇市。OK， 那我们不要落入这个，可是就算不落入这个吧。2天2块钱，这是吓死人的一个数字，所以到底该怎么办？稳定这一块，稳定民心，这非常重要啦。我不就历史上我们那个所有的升值最大的幅度是1986年到1990，对，1986最高到39.585，比1元台币那时候台币很薄嘛，结果到1990变1比26，所以老实讲，那4年整个产业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我最后只讲一句，就央行，我赞成邓俊哥讲了，央行今天如果出来信心喊话，然后市场还是往某一个趋势走，那我们不要当汇率操纵国，那政府可能要继续跟大家沟通，那就继续讲策略嘛，讲做法嘛，要继续沟通了。对台湾人讲，川普掉我的钱啊，中国是也要我的钱，那更要我的命啊。那我到底要不要先撑到川普下台为止，或者撑到美国其中选举？好歹川普说他不选第3任，这个对不对？这个我学地理，这个我不同意。你讲到赤道，讲到北极，我可不可以坐在北回归线附近，住在温带可不可以？你非要不用那么搞到就跟老公翻脸，你可以，你小国可以玩平衡嘛。现在好，那我们这赖清德的功力，那我们讲，川普现在是无差别攻击。那有哪些国家是真的可以在美中当中获得他最大的利益？那我们要讨论嘛。如果有这样的案例非常成功，也不损及台湾的主权，那我觉得那当然这个压力就出来了。那我们就要看说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关系。你有找到吗？我到目前还没有啊。例如说，你看这个习近平访问越南很风光啊，大家觉得越南好像要加入中国队了，没有啊，立刻这个美国这个国防部长什么都过去了。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关系？你有找到吗？我到目前还没有啊。例如说，你看这个习近平访问越南很风光啊，大家觉得越南好像要加入中国队了，没有啊，立刻这个美国这个国防部长什么都过去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而且要玩两面平衡，它有它非常重要的条件。台湾的地理区域跟其他国家不一样，欧洲国家当然或许可以，它跟中国本来就远嘛，它跟美国也远，它有那样的一个纵深条件。台湾有没有？所以我觉得民众还是很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啦。当然，我觉得这是赖清德必须要去面对的非常关键的一步。但是我并不认为它会影响大罢免，因为到时候你会说，就是因为有这些亲中立委在这边呢，让我们被绑手绑脚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全面性的发动这个执政的优势啊。那如果改选完之后，立法院我们行政院想通过的法案能够通过的话，可能对经济更有帮助。这当然是民进党在讲的啦。那但中间选民相不相信，那我就另外一回事。我跟大家讲哈，大家一直在谈这个汇率的问题，为什么台币会强势？为什么美金会暴跌？这是货币流通跟供需的问题。你说川普说我叫它涨，川普没这么厉害。供需的问题，长期以来是不是美钞印太多？真的啊，我直接讲啊。不够嘛，我就印美钞，印到现在，那美金一定掉嘛。那台币的稳定性它一定暴涨，一定会暴涨。
那这样对做出口的，我告诉你，亏翻了。你是做出口，你是跟美国以美元计价做生意的，你亏翻了。你本来1块钱美金，你可以赚33块的，现在变赚28块。那说句实话，你有几个5块可以推？你说5块钱没差，几亿下来，那很可怕。但是我说政府能做什么？政府现在是要把这些出口产业结合起来，要告诉这些出口产业，你的损失我要怎么样来协助你，不是补钱而已。我要怎么协助你？有哪些部分可以让这些供需过热的美金跟新台币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所以说，政府现在不是说我就交由市场自由机制，我就让这个供需来决定，不是，政府不是这样做的。政府不操纵汇率，但是你一样有可以协助这些出口厂商，他能够适应这种美元跟台币差距的这种时间跟政策。OK， 后者刚才有没有听到范老师讲，他不觉得这个会影响到大罢免？我先讲一下啊，就是说为什么台币涨得这么多，就是因为我觉得赖政府的政策让大家觉得说我们不会守。好，你看日韩就没有涨那么多嘛，日韩就跟你讲说我就是非要守不可。那我觉得赖政府从谈判的过程中让大家觉得说我不会守，我觉得那个预期心理，下午买到29的还很高兴，晚上又变28。那最近国际3场选举，加拿大、澳洲跟新加坡都告诉你是说什么，你跟着川普走的要倒大霉。好。3场选举都告诉你这样，国际趋势就长成这样。可是刚范老师讲说，难道我们在川普跟美国跟中国之间，大家会去选择中国吗？不会选择中国啊，但是问题是贴着川普的人要倒大霉啊。没有人说反对大罢免就是亲中啊，不是民党的解读或以这样，但一般中间选民不是这样看的啊。就是说，你今天川普造成我的生活的困扰，你这政府如果不能够让我解决，我就没有道理始终。OK， 我或许不支持国民党，我也可以不要支持你民进党。谁规定我一定要在你们俩中间选边站？所以这个时候，但问题就是中间选民如果他的愤怒起来的时候，绿大于蓝这个盘是不变的。好，最终中间选民怎么倒？除非范老师认为说，不管国际局势怎么变，中间选民都不会出来投票，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我不认为，我认为经济会让中间选民出来投票。OK， 来冠廷最后。没有，就是好好谈呐。我觉得台湾的政府，现在赖清德政府，大家不用担心呐。我说不用担心的点是，我们一定会替中华民国、替台湾的人民争取最大权益。所以郑丽君他们现在在那边谈判，谈的什么？我们至少知道的，从国安、产业到财政都会谈啊。所以这些东西一定会在上面。但是我必须要讲啊，这一次这个汇率啊，因为他不是在被要求的那个谈判代表之列，没有，因为我们就不是汇率操作国，所以我赞成刚刚范老师跟几位来宾大家讲到，就是说，好，那如果产业因此真的受到影响，那我们政府的因应措施是什么？包含说该补助吗？还是该技术创新吗？该怎么做？我们就好好做。我觉得最后的结果都是这样，就是我们人民的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那如果受到影响，要觉得你政府无能，那当然会被骂嘛。可是如果国际的局势都是如此，可是我们相对比其他国家表现得好。我觉得大家也会不吝给予肯定。来，嘉宾，最后30秒。我觉得这形势恶化下去不会改，因为他一心要搞大罢免，一心也要搞一边一国，这是不会停歇的重点这样。所以你一心要当美国队的附随组织，然后中华民国变台湾共和国还是别人的附随组织，美国的帝国主义的谁喊呢？这个心智不改。情况只有再坏下去。整个汇率在未来对于所有的民众来讲，到底会有什么一些影响？那刚来宾也讲，当然你说包括今天央行会开紧急记者会，表示政府也知道这些事情对所有民众相关的一些影响，该怎么样？最起码稳定民心，然后有什么样一些措施，后面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可除了这个以外，它对于国内整个政治的氛围，尤其对现在正在进行的大罢免，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吗？再往下，当关税战，还记得吗？这是90天。算一算，差不多到7月份左右。那这整个关税战，那最后结果对于整个国内，我们不管是在政治上或罢免上这议题上，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需要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